修行人90%都踩过的致命大忌。不要让任何人了解你太多，哪怕那个人是你的至亲。这不是世俗的城府算计，不是教你虚伪冷漠，而是佛家传承千年，只在师徒间口耳秘传的护心第一戒，是每一个踏上修行之路的人必须先懂得根本心法。我们这一生从世俗教化到修行发心，都被反复告诫，做人要坦荡，待人要真诚，对至亲骨肉更要毫无保留，全盘托出，才算得上不欺心，不欺人，才算得上修行人的清净本心。可恰恰是这份你奉为修行准则的毫无保留，正在一点点耗损你的道心，搅乱你的定境，牵引你的业力，最终把你拖入是非烦恼的深渊，让你修行半生终究不得自在。佛陀在经典中开示，善护于身口，极益一切业，惭愧而自防，是明善守护。这句教诫从来不是给凡夫俗子的世俗生存守则，而是《华严经》中佛陀为菩萨行者开示的，以菩提心为核心的护持根本行持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修行人只读懂了善护身口意的表层界象，却从未参透背后最核心的密钥。真正的护持身口意，从来不是不造恶业，不说妄语这么简单，而是要守住你内心的根本边界，绝不能让任何人过度了解你，哪怕是血脉相连的至亲，哪怕是同修同愿的道友。太多人误解了这份戒法的真意，把它等同于冷漠封闭、拒人千里，把它曲解为小乘自了的私心，却不知这恰恰是大乘菩萨恒理、慈悲与智慧双运的核心要道。他教你的从来不是不与人结缘，而是随缘不攀；从来不是刻意隐藏，而是善巧护持；从来不是断灭亲缘，而是守心不执。它是你在五浊恶世里既能恒顺众生，又不被外境扰乱的唯一密钥，是你避开道心退失、业力牵缠的根本屏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绝大多数修行人道心崩塌，从来不是在深山独处的清修里，而是在与人结缘、与至亲相伴的红尘中？为什么你越是对一个人掏心掏肺，最终越是容易被这份坦诚伤得遍体鳞伤？为什么连生养你的父母、相伴你的伴侣都不能成为你全盘托出的对象？这背后藏着的是佛家关于我执、因果、业力、定慧的究竟法理，是你修行路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，也是最致命的一道门槛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份千百年来只在古德师徒间口耳相传的护心密钥，完完整整层层拆解的讲透，帮你避开这个修行路上最隐蔽也最容易踩中的大坑。如果你愿意承接这份来自诸佛菩萨的慈悲开示，愿意护持好自己的道心与修行，不妨在留言区打出守心护念，自在安然，种下这份善根，也让更多同修能接住这份清净智慧。唐末天台山的深处曾有2位同参道友，一位法号玄策，一位法号明心。2人同年在国清寺出家，同拜在一位得道高僧门下，一同在山中修行10余年，一同发下菩提大愿，此生定要明心见性，普度众生，共证无上菩提。师父圆寂之前，把2人叫到床前，只留下了一句遗训：护心如护目，莫令忘缘亲。说完便安然示寂，没有再多做一句解释。师父走后，2人守孝3年，便各自踏上了修行之路。可他们对师父的那句遗训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，也走出了2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明心法师始终觉得，师父说的护心就是要破掉我执，不欺心，不欺人。既然修行要修坦荡心，修真诚心，那便要对众生毫无保留，对至亲全盘托出，不该有一丝一毫的隐瞒。
于是他离开天台山，来到市井之中，广开法席，为信众讲经说法。他不仅给信众讲佛法义理，还会把自己修行中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每一次境界提升，每一回遇到的平静与妄念，甚至自己出家前的过往业障，内心深处的不堪与脆弱，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信众。他说，这是破我执，誓不藏私，是把自己完全摊开在众生面前，接受大家的监督，也和大家一同修行。不仅如此，对自己在家的老母亲和异母同胞的弟弟，他更是毫无保留。每次回家探亲，都会把自己修行中的所有事情事无巨细地告诉母亲，哪怕是自己遇到的魔障、修行中的煎熬、内心的挣扎与痛苦，也尽数说给母亲听。他觉得这是对母亲的孝顺与信任，不该有任何隐瞒。很快，明心法师便因为亲切坦诚，收获了大量的信众。大家都觉得这位法师没有一点架子，愿意把自己的真心掏出来给大家看，是真正的得道高僧。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，传遍了周边的州县。而另一边的玄策禅师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他没有离开天台山，只是在山脚下找了一处茅棚，平日里种地修行，有人来问法，他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把佛法的义理讲得通透明白。可若是有人问他，师父您修行到了什么境界？您平日里是怎么用功的？您心里有没有过妄念？这类问题，他从来只是一笑而过，从不正面回答。他待人永远谦和有礼，慈悲温和。可所有人都觉得这位禅师身上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距离感，你能感受到他的善意，却永远无法真正走进他的内心。后来玄策禅师在家乡的胞兄千里迢迢来到天台山找他，说父母早已过世，兄弟二人理应相互照应，想要留在他身边，和他一同修行。玄策禅师欣然应允，尽心尽力地照顾胞兄的饮食起居，尽自己的手足之情。可无论胞兄怎么问他修行中的事情，问他内心的想法，他都只是和兄长聊家常，聊世间的道理，从不把自己修行中的底牌全然交付给兄长。这件事传出去之后，很多人都开始诟病玄策禅师，说他高冷疏离，小肚鸡肠，连自己的亲哥哥都不肯信任，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修行人，更别说什么大乘慈悲之道了。就连明心法师也曾经写信给玄策禅师，劝他要放下我执，敞开心扉，对众生坦诚，对至亲信任，不该处处设防，活得这么累。可玄策禅师看完信，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回信，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，守着自己的内心，不疾不徐的修行。可世事无常，不过短短5年时间，明心法师的境遇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最先出问题的是那些曾经把他奉若神明的信众。有人得知这位看起来完美无缺的法师，修行中竟然还有妄念，还有贪嗔痴的习气，还有过往的业障，便开始质疑他的修为，说他是欺世盗名的假和尚。很快，他曾经当众分享过的过往业障，内心的不堪，修行中的平静，都成了市井之中的谈资，被人添油加醋的四处传播毁谤与流言，像潮水一样涌向他。紧接着，他的亲弟弟借着他的名气，打着高僧胞弟的名号，四处化缘敛财，甚至惹上了人命官司。官府找上门来，把他也牵连其中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身败名裂。而最让他痛苦的是他的老母亲。自从知道了他修行中遇到的魔障，知道了他日夜煎熬的痛苦，知道了他被流言毁谤的境遇，老母亲便终日以泪洗面，忧思成疾，整日躺在床上，茶饭不思，嘴里不停念叨着他的名字，平白添了无数的烦恼与业障。
明心法师看着卧病在床的母亲，听着外面的流言蜚语，想着自己惹下的一身是非，内心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日夜辗转难安，根本无法安住打坐。曾经的定功荡然无存，曾经的道心几近退失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一生到底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自己一心坦诚，广结善缘，不欺心，不欺人，最终却落得这样一个身败名裂、连累至亲的下场？10年之后，明心法师散尽了所有的财物，了结了所有的官司，独自一人回到了天台山，再次见到了玄策禅师。此时的明心法师形容枯槁，眼神涣散，身上早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满身的疲惫与迷茫。而玄策禅师却依旧神色安然，威仪具足，眼神清澈明亮，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自在与从容，早已明心见性，证得了境界。两人在当年一同修行的茅棚里坐下，明心法师再也忍不住跪在玄策禅师面前，泪流满面地问他：师兄，我到底错在了哪里？我一生坦诚待人，对众生毫无保留，对至亲全盘托出，从未有过一丝欺心，一丝恶念，为什么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师父的那句遗训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玄策禅师扶起他，没有给他讲长篇大论的道理，只是看着他轻声问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这些年全盘托出给别人的心事，底牌脆弱与不堪，有多少最终成了别人攻击你的利器，成了戳中你痛处的毒箭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把自己修行的煎熬、内心的痛苦、前路的迷茫尽数倒给了你的母亲，你以为是坦诚孝顺，可这些东西最终是不是都成了他日夜难安的业障，成了他卧病在床的根源？第3个问题，从你开始执着于要被人理解，要被人认可，要对人毫无保留的那一刻起，你内心的自在权，你修行的命脉，是不是早就已经不在你自己手里了？别人夸你一句，你便心生欢喜，心就跟着飘了起来；别人回你一句，你便心生痛苦，心就跟着沉了下去。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跟着外境起伏，你连自己的心都护不住，还谈什么修行，谈什么菩提？3个问题问完，明心法师愣在原地，浑身冷汗直流，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这么多年根本不是在破我执，而是在不断地强化我执，根本不是在护心，而是在不断地把自己的心拱手交给别人去践踏，根本不是在慈悲，而是在不断地给别人、给至亲平白增添无数的烦恼与业障。师父说的护心如护目，莫令忘缘亲，从来不是教他要封闭自己，而是教他要护好自己的这颗真心，不要让那些不必要的妄缘随意侵入自己的内心，扰乱自己的修行。而这份护心的核心，便是不要让任何人过度了解自己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骨肉。很多人会问，佛家不是讲众生平等，讲坦诚无欺，讲视一切众生如父母吗？那为什么又要说莫让人过度了解自己，甚至连至亲都不能全盘托出？这背后藏着佛家关于我执、业力、因果、慈悲的深层法理，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必须要弄明白的根本问题。先说第一层，修行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破掉我执，证得无我。而你每一次向人全盘吐露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受、我的境界、我的不堪，本质上都是在给五蕴和合的虚妄我不断的添砖加瓦，固化这个虚妄的我相。金刚经里佛陀反复告诫须菩提，无我相
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4句是整个般若法门的核心，也是修行的根本。什么是我相？就是你执着于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，执着于这个我的想法、感受、经历、境界，执着于这个我要被人理解、被人认可、被人看见。你不断地向外人宣告我是谁，不断地把自己的内心全盘摊开给别人看，本质上就是在不断地强化这个我的实有性，就是在告诉自己，也告诉别人，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，是有固定的样子的，是需要被人看见的。你越是执着于被人懂，就越是被这个我捆绑得越紧。你越是把自己的内心全盘托出，就越是把这个虚妄的轮回枷锁锁得越死。而你渴望被人理解的这个念头，本质上就是对自我存在感的贪爱，就是12因缘里爱取有这个轮回链条的核心。你因为贪爱这份被人理解的感觉，所以不断地抓取外界的认可，不断地向外吐露自己的内心，最终固化了这个我的存在，陷入了心随境转的泥潭里。别人理解你、认可你，你就心生欢喜；别人不理解你、诋毁你，你就心生痛苦。你的心再也不属于你自己，而是完全被外界的人言、他人的眼光所掌控。你连自己的心都安住不了，还谈什么修行，谈什么定慧，谈什么菩提？再一个，我们要明白，佛家讲身口意3业，口业最甚，不是只有恶口、妄语、两舌、绮语才会造下口业。你随意吐露自己的情绪、执念、计划、隐秘心事，本质上就是意业的外放，就是在造下不必要的口业，引来不必要的妄缘。楞严经里说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。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，都是一个妄想，都是一个轮回的种子。而你把这个妄想通过你的口说给了别人听，就等于把这个种子散播到了外界的因缘里，让它有了生根发芽的机会。你随口说出的一句“我最近修行总是静不下来”，不仅会在你自己的阿赖耶识里种下我静不下来的种子，强化你这个妄念，还会让听你说这句话的人对你生出分别心，觉得原来这个修行人连自己的心都静不下来，根本没什么修为，进而生出轻慢之心，甚至把这句话当成谈资，四处传播，引来不必要的流言与毁谤。这就是妄缘的由来。你随口的一句话，就给自己招来了无数不必要的因缘，这些因缘又会反过来牵动你的心，让你陷入是非烦恼的泥潭里，再也无法安住。古德常说事以密成，语以谢败。这句话的核心从来不是世俗的城府与算计，而是护持自己的意业不被外放，护持自己的因缘不被妄念搅扰，护持自己的道心不被这些不必要的妄缘所侵入。再者，我们要明白，佛家讲个人吃饭个人饱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每个众生的业力场都是独立的，每个人的因果终究要自己承担，谁也无法替谁，哪怕是血脉相连的至亲也不行。地藏经里，佛陀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父子至亲其路个别，纵然相逢无肯代受。哪怕是父子至亲，在生死面前，在业力面前，都是各自走各自的路，谁也无法替谁承担业力，谁也无法替谁了脱生死。而你把自己的内心全然敞开给别人，把自己的业力、烦恼、执念、不堪尽数倾倒给别人，本质上就是把自己的业力场和别人的业力场强行交融在了一起，就像一盆清水和一盆浊水混在了一起，就再也分不出彼此。
你的业障会扰乱他人的清净，他人的习气也会牵动你的道心。你把自己的烦恼倒给别人，不是坦诚，是把别人当成了自己情绪的垃圾桶，是把自己的业力强行转嫁给了别人。这不仅会扰乱你自己的修行，也会给别人带去无尽的烦恼。这不是慈悲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重不负责任。我们总以为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别人听，是在和别人结缘。可佛家讲的结缘是结善缘，不是结妄缘，是结清净缘，不是结烦恼缘。你随意的把自己的内心全盘托出，随意的让别人介入你的业力与修行，本质上就是在攀缘，就是在结不必要的妄缘，而攀缘愈深，烦恼愈重。这是修行路上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还是会有疑问，对外人我们可以守住边界，不随意吐露心事，可对自己的至亲，对生养自己的父母，对陪伴自己的伴侣，对自己生养的子女，难道也要有所保留，不能全盘托出吗？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，难道我连他们都不能信任吗？可恰恰是在佛家的修行里，至亲之人才是你最需要守住边界，最不能全盘托出的人。这背后的缘由比你想象的要深刻得多。首先，佛家讲爱不重不生娑婆，情不深不堕轮回。我们能成为至亲，能在这一世相遇，本质上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贪爱与执着足够深重。而这份亲缘里的贪爱与执着，是我们轮回里最坚固的枷锁，也是我们修行路上最难破除的我执。你对至亲毫无保留，全盘托出，本质上不是信任，而是你对这份亲缘有强烈的贪爱。你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全然的理解、接纳与认可。你渴望在他们面前做一个毫无保留的自己。可这份渴望和你渴望信众的崇拜，渴望世人的认可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，都是坚固的我执，都是轮回的根源。你把自己的命门、弱点、情绪开关尽数交到了至亲的手里，等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、自己的修行命脉都绑在了这份亲缘之上。可因缘无常，人心易变，哪怕是血脉相连的至亲，也会有习气发作的时候，也会有争吵误会的时候，也会有因缘变化的时候。而这个时候，最了解你的人，往往能最精准地戳中你的痛处，给你最致命的伤害。我们这一生被外人伤了，或许还能一笑而过，可被自己最亲近的人伤了，往往是痛彻心扉，很难走出来，甚至会直接退失道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古德常说，亲缘是修行路上最大的考验。其次，我们要明白，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，而是不添人烦恼，不扰人清净。大智度论里说，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真正的慈悲是自己承担自己的业力与苦难，然后把安乐带给众生，而不是把自己的烦恼、痛苦、不堪、阴暗尽数倾倒给最亲近的人，让他们替你承担这份痛苦。你把自己修行中的煎熬、前路的迷茫、内心的痛苦告诉自己的父母，只会让他们日夜忧思，寝食难安，平白为他们增添无数的烦恼与业障。这不是孝顺，是自私。你把自己的算计、底牌、对世事的不满告诉自己的伴侣，只会引发彼此的猜忌、控制与背叛。这不是信任，是愚蠢。你把自己的脆弱、不堪、对生活的绝望展示给自己的子女，只会破坏他们的安全感，甚至让他们对你心生轻视，失却敬畏。
这不是坦诚，是不负责任。所谓不让人过度了解自己，本质上就是不把自己的业力垃圾随意倾倒给别人，就是不授人以柄，护持好自己和至亲之间的因缘清净。这才是对至亲最基本的慈悲，最根本的负责。我们总以为毫无保留就是爱，可真正的爱是有分寸的，是有边界的，是不舍得让对方为自己担惊受怕，为自己承受不必要的烦恼。这才是亲缘里最难得的修行。最后，我们要明白，修行这件事终究是一个人的事，是一场孤独的旅程。临命终时，哪怕是你的父母妻儿，也无法陪你走完生死的路，无法替你面对审判，无法替你承担业力的果报。能陪着你的，只有你自己这一生的定功和你自己造下的业力。你给亲缘留的那一点边界，那一点不被人全然了解的空间，本质上是给自己的修行留的退路，是给自己的内心留的一片谁也无法侵入的清净道场。哪怕全世界都不懂你，哪怕至亲都不理解你，你还有这片清净地能安住自己的心，能护持自己的道心，能让自己在这无常的娑婆世界里有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，这才是修行路上最根本的保障。而这份莫让人过度了解自己的护心戒法，在修行的路上有三重层层递进的境界，从世间的善巧方便到出世间的究竟自在。每一个修行人都能在这三重境界里找到自己当下的位置，也能找到自己修行的方向。第一重境界是凡夫境，叫做藏寂于行，防患未然。这是修行的入门之阶，也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身处的境界。身处这一层的人，大多是在世事中吃过亏，受过伤，尝过言多必失的苦，受过被人背叛的痛，于是懂得了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的世间法则。他们学会了刻意隐藏自己的心事，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，不随便吐露自己的计划，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处处设防，少说多听，用沉默与距离来保护自己不被伤害，不被利用，不被是非缠身。这是世间生存的善巧方便，能帮你避开生活中大部分的是非祸患，也是这份护心戒法的基础。但这一层的修行终究没有脱离我执，你的内心常怀恐惧与防备，始终有我与他人的强烈分别，住在了怕被伤害的相里。你不说话，不是因为心无挂碍，而是因为怕说错话。你不暴露自己，不是因为心无所住，而是因为怕被人算计。你守住了自己的嘴，却没有守住自己的心，你的心依然被外界的人言与眼光牢牢地牵动着。身处这一层，你只能避开世间的祸患，却无法得到内心的真正自在，因为你的心依然住在外境之上，没有安住在自己的内心。第二重境界是修行境，叫做守心于内，不攀于外。这是真正踏上修行之路的如法境界，也是大部分修行人都应该安住的境界。身处这一层的修行人，已经明了心外无法，万法唯心的核心法理，知道一切的伤害、烦恼、是非根源都不在外界，而在自己的内心，在自己的我执、贪爱与分别心。所以他们不再刻意隐藏自己，也不再执着于被人理解、被人认可。他们待人真诚谦和，温润有礼，该说的话会恰到好处地说，不该说的话半句也不会多言。他们的言行不是出于恐惧与防备，而是出于戒律与慈悲。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心虚与城府，而是因为懂得止息妄缘，不造无谓的业。他们对众生有全然的慈悲，
却守住了清晰的边界。他们对世事有随缘的善意，却不攀附任何外缘。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修行境界挂在嘴边，不会把自己的起心动念随意示人，不是刻意隐瞒，而是他们清楚地知道，这些东西与他人的修行无关，说出来只会引发他人的分别心，只会扰乱自己与他人的清净。这一层境界的核心是守心而非守口，是护持自己的道心，不被外境牵动，是真正的善巧护持，随缘不攀。身处这一层的修行人，哪怕身处红尘闹市，哪怕被无数人围绕，也能守住自己的内心，不被妄缘侵入，不被外境扰乱，心始终如如不动，安住于清净之中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护心。第三重境界是菩萨境，叫做心空无住，无迹可寻。这是究竟的自在境界，也是修行的终极圆满。身处这一层的菩萨行者，早已破除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证得了《金刚经》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金刚心，也达到了《华严经》里所说的心如虚空，无所不变而无所住的境界。他们从来不是不让人懂，而是无可被懂，因为他们早已没有了一个固定的虚妄的我可以被人了解，没有了一个固化的自性可以被人抓取。他们和光同尘，随类化身。对父母，他们是最孝顺的子女；对伴侣，他们是最温柔的爱人；对子女，他们是最慈悲的父母；对众生，他们是最圆满的度人菩萨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面，感受到他们的每一份善意，却永远无法真正看透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，了无痕迹，无有挂碍。你抓不住任何东西，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定义他们的标签。他们可以全然地敞开自己，却不会被任何外境扰乱，因为他们没有我的执念，没有被人理解的渴望，没有被人伤害的恐惧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出于慈悲，而非自我的表达。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出于随缘，而非自我的执着。这便是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是千人千面，无一是我，是真正的万缘不侵，究竟自在。身处这一层境界的人，早已不需要刻意守住什么，也不需要刻意隐藏什么，因为他们的心本就空无一物，本就清净无染，自然无迹可寻，无可被懂。这便是修行的终极圆满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最终的归宿。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讲了这份千年以来古德口耳相传的护心秘药，讲了修行人的大忌，不要让任何人了解你太多，包括你的至亲。这句话从来不是教人变得冷漠、封闭、自私，更不是教人对人虚伪狡诈，而是教我们在这娑婆世界学会护持自己的内心，守住修行的边界，在慈悲待人的同时，不被外境牵动，不被妄缘扰乱，在亲缘里不被贪爱捆绑，在世事里不被是非牵绊。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，而是不欺人、不自欺的真诚。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毫无边界的攀援搅扰，而是不添人烦恼，不扰人清净的分寸。真正的自在从来不是被全世界理解，而是哪怕无人懂你，你的心依然如如不动，安然自在。我们活在这个五浊恶世，每天都要和人打交道，和至亲相处，总以为毫无保留就是真心，全盘托出就是信任，却忘了人心复杂，因缘无常。你随口吐露的真心，可能会成为日后别人攻击你的利器；你倒给至亲的烦恼，可能会成为他们日夜难安的业障；你执着于被人理解的执念，终究会成为捆住你自在的枷锁。修行这条路终究是一个人的独修，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斗，
是一场向内求的旅程。你能守住多少内心的清静，就能得到多少自在；你能放下多少对被人懂的执着，就能离菩提道近多少步。没有人能替你修行，没有人能替你了脱生死，也没有人能替你护持好自己的这颗真心，除了你自己。如果你听懂了这份千年的护心密钥，避开了修行路上这个最隐蔽最致命的大忌，请你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，点个热推，让更多正在修行的同修能看到这份智慧，护持好自己的道心，远离妄缘祸患。也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修行感悟，或者再次打出手心护念，自在安然，种下这份善根，积累这份福报。愿这份善念能护持你在修行路上一路安然，终得自在。如果你身边有正在修行的亲友，也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，让他也能接住这份来自古德的慈悲开示，在修行路上少走弯路，不踩大坑，护持好自己的道心，最终证得无上菩提。愿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能守心不直，善巧护持，随缘不攀，在这娑婆世界守住内心的那片清净道场，活成一道自在的光，在修行的路上不退不转，终证菩提。